2020年了，你为什么在学习中文？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一个宏大叙述的角度看来，就是肯定和中国本身这个经济腾飞有很大的关系啊。就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还有东盟各国，还有非洲的这些国家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肯定会提供很多的相应的工作机会，对不对？其实我认识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都在进行这个中文相关的工作啊。但说实话，就是学习语言，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会比较私人化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潮流能完全把你裹挟进去，然后逼迫着你去学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东西。当然你的父母可能会啊，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啊。所以为什么你学习中文，在2020年的时候你在学习中文呢？我觉得其实和中国本身这个国家挺神秘的有很大的关系吧。中国是一个拥有着5000年文明的这么一个古国啊，在很多人看来它神秘古老啊，有很多事情好像看不清楚，因为越是人好像是这样，越是看不清楚的东西，越是神秘的东西，我们越是想去了解它，想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对不对？特别是我觉得近些年通过中国文化这个推广吧，文化输出方面，之前我看到很多在海外比较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啊，一水儿的，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清一色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古装片啊，古装电视剧啊。古装电视剧它是其实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的历史文化等等啊，特别通过这些场景啊，通过这些服装道具等等，特别容易让人着迷啊。而且中国古装电视剧其实输出海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吧，基本都是女性向的这么一个电视剧，所以它的故事其实都关于爱情，而且线索比较庞杂啊，其实特别容易把人吸引进去。而且最近我也看了中国古装的片儿，也看了1、2部吧，陪我老婆一起看了。我觉得其实中国电视剧其实已经啊，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实破除了我这个偏见啊。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韩国电视剧电影出海特别成功啊，非常的国际化。反观中国，好像愈加的闭塞啊，讲的这些都是这些零零碎碎的婆婆妈妈的东西啊。后来我看了一些中国古装剧，我才发现其实那是我的一个偏见吧，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偏见。其实中国电视剧在展现中国文化方面，其实居功至伟啊，就是让很多学习中文的人，他一开始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通过这个入坑了。什么意思？就是突然发现中国文化这么有意思，所以他就不自觉开始去学习这些东西。而且像中国现在综艺节目做的也很好，出海挺不错的，也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观众吧。所以这些人我觉得是开始学习中文是因为这些关系啊，文化方面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吧，文化它真的是一个特别能推动一个国家就是展示正面形象这么一个手段啊。通过文化的输出，然后让更多人去学习这门语言，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手段，能取得一个正向的反馈，这样循环过来。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是在2020年还是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学习中文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当然也有朋友，就是我以前做了比较多的政治经济类型的这个节目嘛，也有朋友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而且我发现在 YouTube 平台上，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视频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很多外国朋友在中国做视频，他用的是英语啊，频道流量都特别不错，就是说明很多人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中国很多人会想象中国这么一个好像所谓的集权社会，对不对？在共产主义这么一个集权社会下，人们生活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呢？或者不一样呢？是不是？大家通过这些视频，其实能破除一些偏见吧？对，其实我们都是人而已嘛，对不对？我们只是生活在不同的这个社会制度下，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说实话，破坏我们生活本身应该有的样子。其实这个制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倒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安稳吧。
因为我觉得人类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制度，就是说它就是可以永远的延续下去。很多朋友其实对政治经济方面也不是特别感兴趣，觉得我们只要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就行了。所以我其实还是觉得吧，这个所谓的制度啊，它要对每个人的生活影响最小，但同时能带来最多的益处，这个就是能为普通大众最为接受这么一种制度吧。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吧。我们从语言聊到了经济，聊到了政治，再聊到了文化，这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吧。语言它是不能完全脱离这些东西而独自存在的。其实不管从时间的角度还是空间的角度，我觉得人都是特别渺小的存在，好像是特别微不足道的这么一点点啊。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一点点，构成了人类这个整个集合。但奇怪的是，这整个历史的进程，还有所有东西，似乎都不以这个普通大众的意志为转移，对，好像所有东西我们只能被潮流裹挟的往前进。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进程，比如说中国不断在发展，经济在腾飞，但这个过程中，似乎也有很多人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我们现在中国人着迷于一种这个宏大叙述啊，就觉得国家经济腾飞了，实力增强了，就是自豪感油然而生了。这几年确实很明显，而我其实最早的时候也是被这种情绪所裹挟吧。一开始的时候，再往前，我在年轻点的时候，大家其实普遍对中国政府也不满，对中国这个国家也失望啊，甚至有失望透顶的。所以很多人都移民海外了嘛，对不对？但近几年大家确实觉得中国越来越好了，所以大家也为这种宏大叙述所着迷。所以中国整个这个宣传的话，确实也是以这样为一个拓展的方向，对不对？但确实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发现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像我也是如此啊。一开始的时候，新冠疫情才出现的时候，才发生的时候，其实中国人确实真的做到了众志成城啊，就大家拧成一股绳去对抗这么一个疫情。但后来确实动不动就有零星的爆发啊，像我其实已经3年都没有回老家了，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限制太多了。所以其实就是整体这个政策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确实人口太多了，对吧？10几亿，对吧？一旦放开，确实有第一批一些老年人以及基础病的这些人呢，确实很危险，可能就真的说没就没了。虽然说起来好像说没就没了，在国外也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是一旦这些说没了就没了，就是你的亲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也确实不敢放开，但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困境里头。在这个困境里头，我们该怎么办？中国人受了这么多影响，所以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因为已经影响到我们很多人的生计了。但是呢，这个国家政策它就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感慨，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人，他其实是真的相当渺小的，他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他决定不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不由他所做主。我们不得不为这个生活的洪流裹挟的往前走。这个时候，在这个洪流它不是泥沙俱下这种状态下，有多少人被甩出去，有多少人在中途就这样死了，就这样倾家荡产也很多，对不对？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不是洪流本身会考虑的了，国家高层他会考虑的是国家整个国家的发展，他们不会考虑到落实到每一个人。就这个其实让我想起就是中国一句话叫做不与众谋。就真正的你整个国家要发展或者去做，这是比较大的层面，就公司也罢，就是很多时候他没法就和每一个人去商量，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事情要发展，它其实永远是少部分人在做这个决定。但这个东西又与之前我说的就是相矛盾。假如我们考虑到每一个人，确实把每一个人都顾及到的话，事情没法前进。但是不顾及每一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一个人他会在这个
状态下会受到很多不应该有的苦痛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存在。我们个人的力量真是微乎其微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强大了，对我们个人当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很自豪，我们有更多机会，生活更富足。但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说实话，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言，我们过的还是具体的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其实不希望太多的被打扰，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平顺，更合心意，对不对？其实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要求的都不多，都不高，但是呢，我也不是说政治家们他们就是以百姓为刍狗，对不对？以天下为刀佯，百姓为这个刍狗，不是，也不是这样，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它就没法完全面面俱到。我们普通人似乎永远的不得不为这个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我们在里头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因为我们如此的渺小。这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我现在慢慢的从关注于国家层面的一些经济政策、历史等等，开始关注个人。我的这个频道这个性质在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想去探讨国家的大的层面的东西，我开始关注更多个人的东西，我们具体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且说实话，这些东西对我而言，我感受最为切实的。而且我作为一个语言教学者，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学习语言的人也是最为有用的吧。所以现在其实我是在转变，我这1-2年其实心态也在转变。之前我确实为中国整体这个强大起来感到自豪啊，油然而生的自豪。但是现在我当然同样为自己的国家所感到自豪，但是现在我更多想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身，放在我见到的我认识的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上周我还和理查老师和笨老师啊，我们3个人终于触及到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台湾问题啊。过几周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叔中文把这期节目放出来了。其实我们3个人的共同的感受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更希望啊，就是两岸之间少一些仇恨和对立，而且我们能更多的关注于个人吧，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点点滴滴，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有的生活吧。